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我妈葬礼上，老公带着私生女出现，想借此机会接她入家门。我面上笑着点头答应，心里却盘算该怎么关门打狗。葬礼结束那天，我回到家送了他4个耳光。这个蠢货还真的以为我是不谙世事的大小姐啊！我跟着我妈斗3的那些年，你还在你家挥锄头呢。我老公常夸我温柔，心胸宽广，善解人意。我没想到，我的这些优点反倒成了可以让他利用的筹码。我妈葬礼上，我脸上的泪痕都还没干，他就带着他的私生女来了，15、16岁的样子，和我闺女差不多大。他拉着那姑娘跪在灵堂上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戏演的差不多了，开始进入主题了。妈，谢谢您点醒了我。您说的对，我虽然对不起娇娇，可雨欣到底是我的闺女，我这个当爸爸的不能对她置之不理。妈，我会听您的，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。老婆，你这么善良，你一定也不会拒绝的，对吧？要不是我知道我妈生平最恨三儿，我还真信了。现场的吊唁者都傻了，大概是没想到在这么个日子还能看到一场人伦大戏。闺女站在旁边，看着我的眼里全是不知所措。也是，她爸凡事都以我为先，嘘寒问暖的频率被我周围的朋友笑称为老公楷模。连我都没想到她会有这么大个女儿，更何况我闺女。我姐妹撩起袖子就要上去捶她。林正廷，你真 TM 不是个玩意儿，还是我把人给拦住的？笑得柔柔弱弱。正廷啊，你先带人回去。林正廷抱着我感激涕零。老婆，谢谢你，我就知道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。我轻轻把他推开，觉得他这句话说的为时尚早。我沈家家大业大，就算是要打狗，也得关起来打，总不能让人看笑话不是？林正廷带人走后，我继续留在灵堂忙碌。我看着闺女脸色很差，想着她陪了我这么多天，就让她先回了。等一切结束，我再回到家时，已经是3天之后。我妈病故这件事几乎要了我大半条命。她情路不顺，我爸是个渣男，大半生都在和那些小三斗智斗勇，想着如何守住本该属于我的家业。后来我爸被车撞死了，他又一个人扛起了沈家，把沈家越做越大。所有人都只看到我和我妈表面的风光，不知道我们母女相依为命时的难处。受人白眼，这都是轻的。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头发枯黄，双眼无神，就似马上要跟随我妈去了一般。很快我推开门，换了拖鞋，慢悠悠地走了进去。客厅里除了林正廷外，还多了3个不速之客。我婆婆，一个陌生女人，以及她那位私生女。4个人正在看电视，茶几上摆着果盘，脚下的地毯上全是瓜子壳，也不知道在看什么内容。3人脸上都还有没消下去的笑。看到我回来，几人脸上的笑容同时扩大。林正廷和我婆婆同时起身来迎我，一个笑嘻嘻地说：“儿媳妇你辛苦了，这几天累坏了吧？赶紧去房间好好洗个澡休息休息。”一个抱着我拍了拍我的背：“媳妇你终于回来了。”这下我们一家人可算是团聚了。闺女也出现在了楼梯口，穿着睡衣，看着我欲言又止，漆黑的眼睛里满是委屈，脸上还有一道红印子。我推开林正廷，朝着闺女勾了勾手，声音温柔：“甜甜，过来。”等她过来，我看清楚了，闺女脸上的是巴掌印。谁干的？我生气的想杀人。我就这么一个闺女，当宝贝似的养到15岁，她再闹腾，我都舍不得动她一根手指头。更何况我沈家有的是让她闹腾的资本。
没想到竟然被人给打了。不过我这人说话就这样，天生柔弱，所以林正廷压根没意识到我在生气，甚至还在笑。哦，是他林姨打的。林姨，那个陌生女人站了起来，一边嗑瓜子一边和我打招呼：“妹妹，我叫刘芳，你乐意就叫我一声姐，不乐意喊我名字就行。”林正廷理所当然，你比娇娇大，她自然是叫你姐呀，这样听起来才亲近，毕竟我们都是一家人。然后又向我揭露我闺女的罪行。雨欣不就是看中她一条裙子吗？我让她送给雨欣穿，她竟然不给。娇娇，我们这些年肯定是太宠着甜甜了，所以才让她这么自私自利。雨欣可是她妹妹，一条裙子而已，让着妹妹怎么了？我笑出了声，林正廷也跟着笑，他嘴角的弧度都还没完全扩大，就啪的一声，结结实实的挨了我一个耳光。这个巴掌打你异想天开，想在我家开后宫，有没有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？林正廷肯定是没想到我会扇他耳光，整个人都懵了。这个蠢货还真的以为我是不谙世事的大小姐。也是，我这些年贤妻良母的名讳不仅深入他心，就连我圈子里的几个好友都差不多忘了我混的时候是什么模样。我爸再乱来，也从来不敢打我妈位置的主意，一半原因是我妈彪悍，还有一半原因就是我凶猛。我10岁的时候就敢红着眼在我爸跟前挥菜刀：“沈造，你要是再让我看到你带人回家，我就砍死你。”我爸怕了，又不敢当着我的面太怂，他觉得这样他面子上挂不住，于是第2天就带了女人回来。他没敢让人过夜，让人在家坐了2个小时看肥皂剧就打发走了。他以为他这样就在我面前立威成功了，直到他半夜在我磨刀的声音中醒来。我当时穿了一条白色的睡裙，脚边隔着一个电筒，电筒光照在我脸上，跟个鬼似的。磨刀时就放在他枕头旁，看他睁眼，我咧嘴送他一个笑，他被吓得不轻，手下意识往菜刀上推，还被划了一条好大的口子。自那后，我爸还是花心，但都走的是地下路线了。他的渣兄弟们笑他怕女儿，他也不反驳，让他们自己也生一个我这种玩意儿试试。我名声大噪的时候，林正廷在干什么？不出意外，应该是在老家挥锄头。我厌倦了我爸这样的男人，所以在选另一半的时候，更注重于其是否适合过日子。适合过日子的标准，无外乎就是勤奋、老实。于是就这么，我选中了林正廷，让他当了我家的上门女婿。结果他给我的惊喜还真是出人意料。人性啊，果然很奇妙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我第2个巴掌已经扇过去了。这个巴掌打你欺负我闺女，我除了沈甜甜没别的女儿。妹妹，她哪里来的妹妹？我沈家的门槛没有那么低，不是什么犄角旮旯都能跑来凑数。话落，第3个巴掌又狠狠扇在了他脸上。第3个巴掌打你欺我骗我，这么多年你在我家扮演一个好女婿、好老公、好父亲，还真的是辛苦你了。你不进军娱乐圈当演员，还真是可惜。我每一个巴掌都打得很用力，林正廷的脸都肿了。不过他这些年在我面前装已经成了习惯，就算是到了这个时候，还软着声音对我说话：“娇娇，我知道这件事是我的错，可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，你好好听我解释行不行？”我和刘芳真的是意外，我心里只有你。我以前有多吃林正廷的甜言蜜语，如今我就觉得他这些话有多恶心。是，你心里只有我，你的心脏和你的下半身是分开管的是吧？第4个巴掌
比之前更用力地扇在了他的脸上。我手都震麻了。第4个巴掌，打你这个小人，竟然跑去我妈灵堂恶心我妈！我指着大门，把你们的东西给我收拾好，全部滚蛋！我这次回来就没想过要给林正廷机会。男人犯贱只有一次和无数次，更何况说林正廷是第1次犯贱，那都是抬举他了。当然，他能处心积虑隐忍这么多年，一直忍到我妈死，当然不是我几句话就能赶走的。林正廷暂且还能装模作样对我说软话，他妈却忍不了了。沈娇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竟然这么打正廷！现在你妈死了，沈家还不是要靠我家正廷支撑？不然就凭你，沈家破产还不是早晚的事？我揉了揉手心，笑着问：靠他支撑？不然呢？你就是个全职宝妈，除了带孩子在家里看电视，你会什么？这些年正廷帮你妈办了多少事，你心里没数？你妈死了，除了正廷，还有谁能胜任公司老总的位置？你妈。我说怎么林正廷和我婆婆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呢？原来我妈一死，他们就以为沈家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了。当初结婚的时候，我闺蜜还调侃我说，找这么个背景的老公入赘，就不怕被吃绝户吗？我还笑着说林正廷不是这种人。很好，现在被打脸了吧？只可惜我沈家的绝户，轮到阿猫阿狗吃，也轮不到他们林家人。他妈不是问还有谁能胜任公司老总吗？我微笑回答：是啊，就你。就我。别说他妈没当真，就连林正廷都拿我当笑话看。他那个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女，甚至觉得我在垂死挣扎，无聊透顶。站起身提了一下茶几，扭头就往楼上走。好吵，我要睡觉了，你们小声点。哦，对了，沈甜甜，我那个房间的床好硬，我睡不习惯，今晚我和你换一下。我心疼了一下，让闺女提前回来，就是想让她好好休息，没想到却让她遭了大罪，不就是徒劳了？我只能把这份痛变本加厉地从林正廷一家人身上讨回来。我转身打开门，门外等着我的3个好姐妹。好姐妹身后有7个健身壮汉，穿着背心，露出大得离谱的肌肉。我温柔地把他们迎进来，然后关上门，声音还是一贯的贤妻良母：给我狠狠打，大家千万不要客气。场面一片混乱。我姐妹找来的人有力气有节操，揍人猛且男女平等，并没有说刘芳是个女的就不打，我婆婆是个老的就不揍。当然了，秉承着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原则，我没忘了提醒他们。那边还有个小的，我看出来了，7位大哥是练过的。听到我的话，其中一个扭头就去抓林雨欣，健步如飞。到楼梯口时还炫技来了个后空翻，林雨欣想跑，门都没有，很快就被拖了下来，加入了被揍的战场。之前是林家人在沙发上嗑瓜子，现在换我和我姐妹们在沙发上嗑瓜子。我们4人看得津津有味，不禁缅怀起了当年，这场面真让人怀念。当初我们4个也算是我们那一片的拽姐，打遍了周边小太妹，人称6中霸王花。就是他们应该庆幸咱们已经退隐江湖好多年，不然他们压根没机会走进沈家。聊了一阵，我让看傻了的沈甜甜过来：闺女，来妈这里坐。她猛猛地走过来，刚坐下去，我就站起来抡起了拳头。以前妈把你保护得太好了，你不知道人世的险恶，显然既然知道了，就好好学学，以后要是遇到垃圾，别怕事，天塌下来了还有你妈给你撑着。3姐妹也站了起来，我们4个人相视一笑，然后加入了战场。当然了，我们加入战场的时候，
林家4个人已经被单方面屠戮的差不多了，4个人躺在地上，一个比一个惨。我们的加入其实也是单方面的殴打，但这是必要的过程，一是为了自己爽，二是为了在他们身上蹭一点被打被抓的痕迹，等警察一来，我就能顺利的倒打一耙。当时我头发凌乱，衣服被撕了一个老大的口子，手臂上还有一道指甲印。坐在沙发上，在我姐们的安慰里，低着头嘤嘤地哭，是他们先动的手。我颤抖着放出了一段录音，就是我回到家时发现闺女被人打了，问是谁打了，然后林正廷回答我不就是一条裙子的那一段，就连民警都狠狠皱起了眉头，冷眼看了一眼林正廷。我姐妹们也是戏精，哭得比我还大声。刚刚帮我揍人的7位大汉，更是已经把背心换成了短 T， 端端正正站在一旁，成了我的目击证人。警察叔叔，我可以作证，真的是那个老妖婆先打的沈阿姨。是的，警察叔叔，我也可以作证，不是沈阿姨的错。讲真，挺给力的。可是沈阿姨，小伙子怎么看也26、7、8了吧？叫我一声姐姐不行吗？我姐妹向来懂我，看到我眼神不善，偷偷挠了挠我的胳膊。姐，里面最大的才18，他们就是长得老了点，难为我姐妹了。找一个长得老的健身大汉都不容易，他们还找了整整7个。最终，这一场闹剧以家庭纠纷结束。虽然我这个被先打的人微笑着看着林家4人被救护车抬走时的画面很离谱，但林家也没继续就着这件事往下闹，他们不敢闹的。我还能不知道林正廷心里在想什么？他想吃掉沈家，当然不能不顾及自己的名声。现在把事情闹大，对他只有坏处，没有好处。正是因为心怀梦想，所以当晚林正廷还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：沈娇，你等着吧，没有我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呵呵，他以为我没在公司任职，沈家就只能是他的。毕竟他的确跟着我妈学了不少东西，可他也不想想，我为什么非要把他揍到医院去？小小一个林正廷，要搞他，我有100种方法。只是他这些年跟着我妈，在沈家公司已经有了自己的党羽，简称林派。我不把他弄走，又怎么能顺顺利利地成为沈总？林正廷住院的第1天，还在疯狂发消息骂我，而我已经忙着进入公司，接替了我妈的位置，召开了我上任后的第1场股东大会。林正廷的确不敢把我们的家庭纠纷闹大，林派的几个人都不知道他住院了，看到我还问我怎么没和林正廷一起去旅游，笑死！这个拙劣的谎言，相当于又帮了我一把。我和正廷2个人中不能都走吧？公司这边堆积的事务已经够多了，婆婆难得下来一趟，我让她带婆婆好好去玩一圈。林正廷知道消息后，在医院待不住了，第5天就坐着轮椅来了公司。我们在电梯里碰到，我腰都没弯，直挺挺站着，用余光贴着他笑。他腮帮子被我气得硬了一下，不过有员工在，他不敢对我发作，还贱兮兮地笑了笑。呵呵，媳妇，我想你了，过来看看你。电梯一到，我让护工在电梯口等着，然后示意林正廷先行。他嘴角抽了一下，这次被打，他是最惨的那个，折了1条腿，1只手，石膏都还没拆。可他在公司还是不愿让人知道我和他决裂。我虽然不把他当个人看，他还是照做了，用唯一那只好胳膊滑动轮椅，身残志坚的让人敬佩。我嗤笑了一声，大步从他身旁迈过，终于等他来到了办公室。我茶都喝了半杯了，他关上门，额头上有汗珠，第1句话就问我：沈娇，你疯了？就凭你的能力，
坐这个位置不是让人笑话吗？我走到他面前，往他的瘸腿上踹了一脚。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。他眼泪都痛出来了，恶狠狠瞪了我一眼，又开始走深情路线。娇娇，我刚刚语气不好，可是我是为你好啊。难道你想要看着咱妈的努力付诸东流吗？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甩他脸上，不是咱妈，是我妈，把字签了，以后在我面前有多远滚多远。林正廷看了合同，表情很难看。我净身出户，沈娇，你真的这么狠心？你一个上门女婿怎么这么多事？我笑，怎么？要不要看看我们当初的婚前协议？像我和我妈这种深受我渣爸祸害的女人，想要成为恋爱脑真的很不容易。就算我曾经真的很喜欢林正廷，婚前协议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姐再乐意给你钱花，姐的东西还是姐的，想要姐付出感情还赔上家产，做梦！林正廷不愿意签字，我不离婚。沈娇想要我离婚，门都没有。是啊，想要他放弃沈家这块肥肉，不可能。我点头把离婚协议书收了起来，我和颜悦色让他签字离婚。不过考虑这里是公司，不希望自家的私事闹大，成为员工眼里的笑话。既然他不离，那我就不忍了。我打开办公室的门，把他推到门口，一脚踢翻了他。我宣布，林正廷被我开除了，请相关部门立刻完成和他的业务交接。林正廷这些年在我家公司混得风生水起，好不得意，被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么羞辱，受不了了。第一次在我面前状若疯狗。沈娇，你这个疯婆子，你这么对我，你就等着沈家破产吧你。很好，办残了还敢气我？我又送了他几脚，重点关注了他的残手残腿。放心，破产也不会帮你养你的私生女。这句话信息量很大，相信不出一天，全公司的人都会知道林正廷软饭硬吃，只是他啃不动我的。林正廷气呼呼地走了，走之前还发消息威胁我：沈娇，你会求着我搬回去的。我懒得回他，这残废做梦呢。不过我还是小看了林正廷这个小人，他知道从我身上是没法入手了，竟然打起了我闺女的主意。最开始我还不知道这件事，直到1个半月后，我发现闺女情绪不对劲。虽然从我和林正廷闹掰后，她的情绪一直不算好，可是却没有这么低落，就连眼睛都红红的，好像哭过一样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又摇头不乐意告诉我。我知道这个年纪的孩子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有些事情不愿意告诉家长，没关系，我不逼她，我有的是门路，可以自己弄清楚。姐妹一儿子和闺女同校，比她小1级。第2天我就去姐妹家里找到了她。这孩子特迷谍战剧，听到我请她当小间谍，要在我闺女不知情的情况下了解到我闺女在学校受了什么委屈，顿时激动到不行。阿姨，我保证完成任务，第2天就有答案了。我这才知道，林正廷这厮今年刚开学就给他私生女转了学，和我闺女同班。别看他私生女上不得台面，一点教养都没有，在学校那可是活脱脱一个绿茶婊，整天都看起来柔弱不能自理，吸引了几个男女生为他出头，暗里明里没事就内涵我闺女，什么有钱人就是了不起，有钱人就是看不起人，完全把我闺女塑造成了一个蛮不讲理的大小姐形象。啊，我倒希望我闺女不讲理呢，她要是有我当年的一半，林正廷敢把她私生女转他班上去，我立刻让他把给林雨欣出头的那几个同学资料发给了我。第3天早上，我如常准备了早餐，
等闺女去了学校后，在家里化了个美美的妆，换了一身漂亮的大红裙，还出门做了个美甲。一切搞定，正准备去学校帮我闺女找场子，姐妹儿子来消息了，阿姨不好了，甜甜被欺负了。邻家那个小绿茶污蔑甜甜在她身上泼了墨水，他们联合起来把甜甜关到了厕所里，还往她身上泼了水。我越气，笑得越温柔。刚到学校，我3位姐妹就气势汹汹走了过来，一位手里还拿着棒球棍，颇有当初我们叱咤风云的味道。我活动了一下筋骨，一个不要脸的小绿茶而已，用不着你们大材小用。他们调侃我：“姐，别误会，我们仨是来拦架的，怕你一不留神把那孩子打死了。”我真的会谢，姐姐是懂法的人好吗？下课铃声一响，我立刻走进了闺女教室。闺女看到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抿唇红了眼。她果然被人泼水了，头发都没干，身上的裙子也皱巴巴的。我递给了她一个眼神，走到了小绿茶跟前：“雨欣啊，听说你带头把我闺女关在了厕所里，还往她身上倒了水，是不是呀？”我声音温柔的不像话，姐妹们却狠狠哆嗦了一下。林雨欣站起来，那委屈可怜的表情，果然相当的小绿茶。阿姨，你不要怪我的同学们，他们只是助人为乐，看不下去沈甜甜的所作所为而已。她低头指了指身前，的确有一块指甲大小的黑墨水。好家伙！我拍了拍她的肩膀，要是阿姨没记错，你身上这条裙子是我家甜甜的吧？她表情变了变。哟，穿我闺女的衣服时就没怕过自己私生女的身份，现在知道怕了。小绿茶就是小绿茶，还知道转移话题。阿姨，我不怪甜甜的，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。放心，阿姨，我会和甜甜当好姐妹、好同学。不等她说完，我一个耳光就扇了过去。好姐妹，林雨欣，你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，也配当沈甜甜的好姐妹？林雨欣人直接傻了。我又反手一个巴掌。上次你在我家，我没打你，你还真的把自己当个东西了。我拽着她的头发，把她红肿的脸拿给她的同学看。你们给我看清楚，就这位沈甜甜，她渣爸养在外面的私生女，抢我闺女的衣服，还想占她的房间，现在还跑来学校恶心我闺女。我又把林雨欣拽到我闺女跟前，道歉。她不乐意，我就扇她，连续扇了3个巴掌，把她鼻血都扇出来了。她道歉了，对不起。我放开她，语气温和。帮你那几个同学叫什么名字呢？欺负我闺女的人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林雨欣哆哆嗦嗦点了几个人出来，这几个小朋友大多都吓坏了，一边哭一边说对不起。只有一个高个子男生嘴硬说他没错，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嘛。我看着他，亲，我今天来那是评理办事，如果你非要用有钱给我定罪也行，我可以坐实这个罪名。我笑着说出了他的资料：林聪辉，体育生，父亲在某某企业当保安，母亲是保洁。你信不信，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父母失业？他顿时变了脸色，刚刚的气势汹汹化作虚无，看着我闺女，低下了头颅。沈甜甜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看，没有足够实力支撑的高高在上，一句话就能被人打回原形。老师，这里几位全是校园暴力的施暴者，我希望学校可以公正处理。不到半个小时，学校就全校通报了几位学生的处理方案。林雨欣被开除，其他几位记大过，我没意见。倒是匆匆赶来的林家人在校长办公室闹了起来，老太婆直接往地上一躺，报警！报警！沈娇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把我孙女脸都打肿了。
竟然还要让学校开除他。我由着刘芳报警，警察一来，老太婆就开始叫唤：警察同志，这个女人打我闺女，打人是犯法的吧？赶紧把她抓走。林正廷在一旁不说话，看着我的表情充满了讽刺，仿佛在说：沈娇，我说过的，你会求着我搬回去。我柔弱叹气，可怜巴巴：老公，你说句话呀。林正廷顿时满脸欣喜，像是打了鸡血一样走到警察面前：误会误会，警察同志，这都是误会，这是我媳妇，这是我闺女，我媳妇是我闺女继母，当妈的教育孩子没什么大不了。警察皱眉：可是教育孩子也不能这么打呀，这是家暴，你知道吗？林正廷立刻说：还不是这孩子不听话，竟然偷他姐姐的东西，他妈气不过才会这样。真的，我媳妇是出了名的贤妻良母，她也是被气得没法了。老太婆和刘芳都傻了，显然自家会出个猪队友，但他俩都是以林正廷为中心的女人，林正廷都这么说了，自然也无话可说，只有林雨欣在闹腾。爸，你怎么回事啊？爸，你不是说沈娇和沈甜甜就是俩贱女人吗？你，啪！他又挨了林正廷一个耳光。林正廷笑眯眯看向警察：警察同志看到了吗？我家这闺女就是没教好，欠打。警察走了，闺女回了教室，林家人以为事情平息了，出了学校大门，站在路边等着上我的车。我理都没理他们，和姐妹一起开车扬长而去。路上，林正廷打来了好多电话，我都没接，叫上姐妹们去了一家私人会所，喊了几个嫩弟弟陪喝酒，好好庆祝了一下今天的战绩。不过这事还没结束，我看着正在唱歌的嫩弟弟，真心觉得死了老公也不算什么，生活依旧很美好。林正廷这些年从我沈家捞了不少好处，我要他一分不落地全部吐出来。我掐着时间，在闺女放学前回了家，笑死！林家人坐在我家大门口等我，看到我，除了林雨欣，3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谄媚的笑容。林正廷走过来，张开手臂想抱我：媳妇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不闹了哈，咱一家人以后好好的过日子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：谁和你一家人？他脸色一变：今天在警察面前你……哦，我笑，我演的呀，怎么这渣男就只准你会演戏，不准我向你看齐？林正廷的脸顿时好黑，咬牙切齿：沈娇，你玩我呢？我正经点头：对，我就是玩你。你不是不离婚吗？行啊，那我们就去打官司点你的财产，让你真正的净身出户。不出意外，第2天林正廷就同意和我离婚了。是啊，他想要翻身，必须要有资本，真的净身出户了，他去哪儿拿钱？冷静期一过，我们就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。出来的时候，他和刘芳手牵手，冷冷地看着我：沈娇，你真以为你有你妈那么厉害？你就等着看沈家破产吧，到时候你就知道和我离婚你有多亏。哦，我等着。离婚的事，我从来没想过要瞒着闺女。当天晚上，我就把离婚证拿给她看了。闺女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和妈妈一样，没有爸爸了。闺女最近的状态好了很多，姐妹儿子说，自从我去学校帮她出头了之后，就没人欺负她了。再加上她自己也比以前硬气了不少，也交到了自己的好朋友。我本来以为闺女还是需要被我安慰的，没想到她竟然抱住了我。妈妈，我早就没有爸爸了。那天她带着林雨欣回家，由着林雨欣抢我裙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不认识她了。可是没有爸爸也没关系，因为妈妈，我有你啊。我眼眶有点湿润，
觉得闺女真好，又觉得对不起她。我的童年过得不好，所以有了闺女后，我努力把最好的都给她，想要让她拥有一个和我截然不同的童年。可我和我妈一样选错了人，到底还是让她被迫成长了。对不起，我的小公主，妈妈让你受委屈了。闺女摇头扑入我的怀里，才没有，妈妈，你还是我心里最温柔的妈妈。就连你扇林雨欣耳光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你温柔。啊，我闺女对我滤镜这么深的吗？林正廷的报复很快就开始了。林派的几个人相继辞职，带走了一笔不小的投资，还带走了几个部门的骨干。他在外面成立了一家名为木秀于林的公司，对此我只想说好名字，木秀于林。我必催之，其公司经营范围和沈家公司一模一样。有了在沈家公司积累的人脉，他们也成功抢了几笔单子过去，让我损失不小。第一季度财务报表下来那天，姐妹儿子给我打小报告，他用小号加了林雨欣的微信，他在朋友圈炫富，秀了一下今天的购物小票，10几万。阿姨，用不用我帮你炒2句？不用，这孩子心可真好啊，距离林家破产不远了，留着到时候好好炒。阿姨遵命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以林正廷的性格，新公司刚刚成立，他难免束手束脚。毕竟沈家在圈子里这么多年，可不是他说斗就斗的，不给他一点甜头尝尝，他怎么放开拳脚？为了给他我被他成功重击的错觉，第二天我还拿着财务报表冲到了他办公室。林正廷，你什么意思？抢我的生意是吧？他高兴地敲着二郎腿，轻蔑地看着我。沈娇，我早就说过，把沈家交给你，只能破产。你非不信，要不你求求我，你求求我，我还能答应和你复婚。我屈辱地咬着下唇，做梦。我推开门走出去，哭着等电梯。刚进电梯，刘芳就跟着钻了进来。她抬着手，做作地欣赏左手无名指上的钻石戒指。沈娇，我谢谢你这么没眼光哦。你要是有眼光，又怎么可能会和正廷离婚呢？说实在的，我本来还以为我想上位，需要费一番功夫的。我谢谢他哦。我本来想偷笑的，他让我被迫继续演戏，抹了一把泪。我倔强道：“你算个什么玩意儿？你什么都不是。可是我还有沈家，只要有沈家的家产在，我让林正廷和我复婚，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？”刘芳脸色一变：“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”其实离婚之后，林正廷就被我姐妹找人监视了。我们几个每隔几天就要凑一起听来人的报告，但是挺没意思的，都是一些意料之中的情节。不过刘芳在电梯里的那句话，让我多留了个心眼，让姐妹把刘芳一起监视了。好家伙，不出3天就有了劲爆消息，不堪入目的那种。原来刘芳有个老相好，3天2人就秘密约了3次。对方是专业的，还搜集到了不可描述的录音。我看着刘芳老相好的照片，黑漆漆的，长得挺壮实，但是这眉眼，我愣了一下。你们说，小绿茶这一块是不是和他一模一样？姐妹们一看，然后相视震惊。不会吧？什么不会呀？要我说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刘芳能当林正廷的三儿，就能找别人。毕竟这种女人压根就没有什么贞操观念，而且这些年林正廷基本都在我跟前，他不空虚不寂寞。我让人去调查了他老相好的资料，果然和他一个人村的人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我真的很期待林正廷被狠狠打脸的那天会是什么表情。第2个季度，公司又亏了。我不得不做出了裁员的处理，还把住的别墅挂去了房地产公司。不到3天，
就有人买了。我和闺女搬出了别墅，去了姐妹家借住，一切的一切都让公司看上去一副半死不活，就快破产的样子。我头都快炸了，为了拯救公司，只能四处奔走。终于，我找到了可以拯救公司的转机，那是一个跨国大单。公司虽然连续亏了2个季度，可是曾经的合作渠道还在，只要能拿下这个大单，这1年公司也就不用愁了。而且如果能做成，我也能在圈里树立起自己的威望，以后的合作也不会缺。我准备好了所有资料，亲自去谈这个合作。连续半个月的忙碌，对方终于同意和我签合同。然而当天，我按着合同来到该公司，却看到了从公司里走出来，春风满面的林正廷。他穿着西服，还打了个领带，看上去人模狗样的。沈娇，你就等着破产吧。不过现在，我可没兴趣和你复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他指了指助理手里的公文包。你要的单子已经被我拿下了。不可能，怎么不可能？林正廷很自信，和你沈家合作的那些工厂我都搞定了，他们都答应和我合作。你可以接的单子，我也有能力接。我被气得说不出话，扭头就去找对方老总算账。总裁办公室里，我摔了他的杯子，听起来架势很猛。殊不知，我俩坐在沙发上，拿着台词本，正在义愤填膺读台词。你什么意思？说好的给我的合作，怎么就给林正廷了？怎么说好了？有合同，没合同，一切都是白搭。沈总，怪不得大家说你不适合做生意，你还是回家当你的贤妻良母吧。最后一句台词说完，我笑着和他握了一下手，谢谢支持。应该的。的确也是应该的，因为他是我姐妹的2婚对象。等他俩办席那天，我肯定给他们包一个大红包。接下来，我就卧病在床等结果就行了。一切如我所愿。1个月后，意气风发，准备大干一场的林正廷遭到了重击，而且是可以致命的那种。他说的对，只要我可以接的单子，他就可以接。因为我们依靠的生产线都是相同的。可是问题就在于，他原本以为和他合作的工厂都已经投入了生产，甚至还带着林家人出门旅游了半个月。没想到事情过去1个月后，他打电话问个厂长进度，却被告知：什么进度？抱歉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什么情况？你有问题。拿合同给我看看。什么？以前都不签合同？林正廷，你说笑吧？我们对外合作，什么时候没有合同了？林正廷整个人都懵了，急急忙忙杀到最大的一个合作厂，正好遇到很久没去公司上班的我，走在厂长前头视察工厂，那神情温婉，脸颊绯红的样子，没有一丁点病态。沈娇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厂长皱眉。沈总当然在这里，这是沈家的工厂。一句话让林正廷瞪大眼睛，脸色苍白。我走到他跟前，笑他太天真。我妈常说，女人还是要独立的好，不能凡事都依赖男人，不能把什么都交给男人，要留一个心眼。所以，他又怎么可能让你知道沈家所有的家底？林正廷，还有3天，这个单子你完成不了了，赔偿金足够你破产了吧？林正廷身体抖了抖，还是不愿意相信。怎么可能？沈家公司不是已经裁员了吗？你怎么可能用裁员来演戏？我翻了个大白眼，谁说裁员了？你自己去公司看看，今天被裁员的员工已经恢复上班了，好吧？我是让他们带新团建旅游，好吗？那你卖房子？假的。林正廷瘫坐在地上，发呆了很久，扭头狂奔出了工厂。期限还没到，他自然会使出所有的力气扭转乾坤。
他又跑去了另外几个工厂，然后不好意思，这几个也是沈家的工厂。林正廷彻底绝望了，来到我家，跪在地上求我：娇娇，夫妻一场，求求你帮我这一次好吗？你就忍心看到我破产吗？他来抱我的腿，被我一脚踹开。我为什么不忍心？要不是杀人犯法，我早就给你一刀了。谁觉得渣男可怜，你就去找谁呗。他妈也来了，给我磕头说都是他的错。我儿子是好人，都是我这个当妈的不好，是我让他带刘芳来沈家的，是我不对。我下辈子给你做牛做马，弥补我的过错，行吗？老太婆可把我恶心坏了，别折磨我了。这辈子坑我，还想有下辈子，两人还想继续求我。我闺女带着保安来了。保安叔叔，这2个人不是我们小区的，他们扰乱了我和我妈的正常生活，请你们让他们滚出去。我看着我女儿稚嫩的脸上一闪而过的狠意，很欣慰。有我当年的风范，林正廷破产了。他破产那天，我当然得带着闺女去看戏。我姐妹们更夸张，还喊了一个礼仪队在他公司两边吹喇叭。林正廷看到我，两眼通红，泪汪汪，但他知道求我没用，所以只能努力给自己找一个安慰。他一手抱着刘芳，一手拉着林雨欣的手。没事，虽然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我还有你们，只要有你们在，我林正廷就一定可以东山再起。他妈也在旁边点头。雨欣一看就比沈甜甜有出息，是我们林家的种。我快被两人给笑死了，拿出准备好的亲子鉴定递给他。假的，雨欣怎么可能不是我们林家的血脉？刘芳眼看事情瞒不住了，一把推开了林正廷，把林雨欣拉到了自己跟前。雨欣的确不是林正廷的亲生女儿，她是我和刚子的宝贝。林芳断得很决绝：林正廷，我可没兴趣帮你还债，快1个亿呢，就你现在，还一辈子都还不上。我和雨欣去投奔刚子了，刚子家好歹养了10几头猪，你以后别来烦我。林正廷和他妈都傻了。半晌，母子2人扭头抱在一起嚎啕大哭。我没兴趣看了，拉着姐妹和闺女扭头商量今天怎么庆祝，吃火锅还是吃海鲜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睡猛的老公喊出来的地址是我平时去按摩的美容院。呼呼呼，静谧的车里突然响起了一阵呼噜声。我和闺蜜陈帆对视一眼，忍不住轻笑出声：宁宁，你们家老严真是上年纪了，这都能睡着。陈帆小声打趣说道。我坐在司机背后的位置，微微探头去看副驾驶位置上的严景峰。他眼睛紧闭，嘴巴半张，鼾声如雷，竟然真的睡着了。毕竟快50岁的人了。我也低声说了句：今天难得严景峰有空陪我和闺蜜逛街，也不过是逛了2个多小时。谁知道他竟然能累得在车上睡着了。眼看到小区大门了，我让司机慢点开，先把严景峰喊醒。怎么回事？谁让你回家的？不是说了去迦南小区吗？没想到严景峰一睁开眼睛就对着司机大吼。我眼睛眯了眯，侧脸去看他。严景峰两颊泛红，眼神迷蒙，显然是睡懵了。迦南小区，我家可从没在迦南小区买过房，不过我对迦南小区倒是相当熟悉，那是我经常去按摩的地方。司机脸憋得比严景峰还红，死死盯着前方，一声不敢吭。陈帆显然也被严景峰这声怒吼镇住了，他怔怔看着我没出声。我清清喉咙问了句：你还要出去办事？严景峰猛然回头，看到我和陈帆时，眼神顿时清明。他驰骋商界多年，早就练就了处惊不变的好本事，所以立马脸上堆笑。瞧我这记性，
今儿天大的事也不办了，就陪太太。哈哈，哪儿不去了？我不动声色看着他，女人的直觉告诉我，严景峰有猫腻，不能怪我多心。我们这种半路夫妻，本身就缺乏信任感。嫁给严景峰之前，我有过一段婚姻，前夫名叫刘伟。年轻时候，我和他白手起家，创立了一家物流公司。后来我们夫妻联手，一步步把公司做大。但随着事业的发展，我们夫妻的隔阂却越来越大。刘伟希望我能够退出公司，回家做家庭主妇，专心照顾儿子和家庭。而我则希望能够和他共同经营公司，进一步把公司做大做强。随着隔阂渐深，刘伟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，甚至还有夜不归宿。外面风言风语越来越多，商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我当然是有几分手段的。很快就找到了刘伟在外面的女人，看到那龌龊不堪的一幕，我当机立断，和刘伟离了婚。离婚后，我带着儿子独自经营分到的一半公司，日子虽然辛苦，但我却充满干劲。我憋着一口气，就是想把公司办得比刘伟更好。严景峰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，他打着投资的旗号找到了我们公司。严景峰那时快到40岁了，但浓眉大眼，身材挺拔，体型匀称，健壮的体魄里透着一股难得的诗意气质，一点也不像大叔。整个人看着意气风发。严景峰很会说，面对着我侃侃而谈，但我很快就得知，其实他不过是个花架子，真正的有钱的是一个50多岁的香港老女人。严景峰就是老女人包养的小白脸。我对公司有着自己的规划，所以拒绝了对方的投资提议，但严景峰往我们公司却跑得越来越勤快。严景峰追女人很有一套，甜言蜜语，嘘寒问暖，礼物陪伴，样样不缺。开始我不屑一顾，靠女人吃软饭的男人也叫男人，但真正和严景峰相处多了，却发现了他的魅力。他告诉我，他结过一次婚，有个女儿，之前创业失败，全部家底赔了进去，老婆提出离婚，并带走了女儿。他不甘心，曾到处拉投资，想登山再起，但这个世道太过现实，一旦你混不好，人人都要踩你一脚。眼看在本地没有机会，他只能远赴香港打工，想着先存点钱再说。后来碰到了香港女人，女人喜欢他，提出每个月5万人民币包养他。他一是为了钱，二是为了跟在女人身边积攒点经验和人脉，就答应下来。听了他的故事，我对他的厌恶和鄙视少了很多，反而对他多了几分同情。英雄落魄，总是能引起美人怜爱的，何况还是一个多情帅气的落魄英雄。为了表示追求我的决心，严景峰和香港女人彻底分手，每天陪着我，百般呵护和关心。不久后，我就和他领了结婚证。严景峰确实是个有能力的人，陪着我一路把公司做成了业内翘楚。公司步入正轨后，严景峰请了职业经理人来管理，这种经理人年薪特别高。我开始不愿意，有些心疼钱。严景峰却告诉我，公司要想真正做大，就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做。眼看公司业绩逐年更好，我也放了心。慢慢的，我很少再插手公司的具体事务管理，大多时候就是和小姐妹一起逛逛街，吃饭。这么多年，严景峰对我一直很好，体贴温柔，百依百顺。我知道他多少有点作秀的成分，但那又如何？我名下有公司60%的股份，公司每年的盈利分成全都是打入我账户，财务经理是我的亲表妹。我不信严景峰能在我眼皮底子下敢有什么不轨动作。事实证明，
这么多年，他确实一直规规矩矩，从没有任何桃色新闻。只是今天这突然的一声喊，引起了我的警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直接杀到了迦南小区。我腰椎不好，喜欢按摩，这么多年，只有一个按摩师最得我心，就是迦南小区里面迪家按摩院的王欢。王欢是个40多岁的农村妇女，身材粗壮，按摩手法和力道都恰到好处。她还学过中医，会认穴位，所以每次按完，我的腰椎能轻松好几天。我感激她缓解了我的腰疼，每次去按摩都会给她带个小礼物，把她当朋友一样对待。为了帮她完成销售任务，还把她引荐给了闺蜜和严景峰，特意多办了好几万的卡。迦南小区，难不成严景峰和王欢有什么猫腻？王欢跑着出来迎我，然而看着面色黑黄、皮肤粗糙、身形健壮的王欢，我心中又忍不住嘀咕起来：严景峰不会眼光这么差吧？大概看我脸色不大好。王欢带着讪笑，讨好地说：严太太，您先坐，我去给您倒茶。说话间，有2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结伴走了进来。我装作无意地问王欢：你们这年轻客人多吗？王欢殷勤地给我讲八卦，咱们小区里住了好多年轻漂亮的姑娘，经常来店里消费。越漂亮的女孩出手越大方。就刚刚您在大堂里碰到的俩女孩，上个月在我们这里办了7、8万的卡呢。这些年轻姑娘可真是有钱。不过呀，我听人说，钱都不是挣到来的。我心中一沉，你们小区这样的女孩多吗？不少呢。见过我们家老严来吗？我故意问。王欢脸色一僵，似乎有些尴尬，但很快就说：严太太，严先生确实来按摩过几回，但次数不多，都是画的您的卡，您可以去查的。我是说，你碰到过他来迦南小区办别的事吗？王欢连连摇头。严太太，严先生很规矩的，每次来按摩完就走的。我看他神色惶恐，笑着上前拉住他的手，塞给他一条丝巾。这个是我前几天去海南玩带回来的，我觉得图案很适合你。你别怕，我也不是要你做什么，你呀，就是留心，如果在迦南碰到我们家老严，你就来告诉我，可以罚。王欢连连推辞，我硬塞给了他，还顺便续了2万块的卡。王欢这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。接下来几天，不知道严景峰一反常态，开始每天准时回家吃饭，应酬和出差全部都推掉了，对我体贴周到的不得了。这么多年夫妻下来，我早就知道严景峰是个聪明人。当初他前妻带着女儿来投奔他的时候，他坚定地当众表示，抚养费他会按时付，但其他要求全部要听我的安排，给足了我面子和安全感。他前妻杨艳一听这话，当场开始撒泼吵闹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勾引他男人的狐狸精。他10几岁的女儿严晶早早辍学，骂人功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比他妈还厉害，站在厂门口诅咒我黑心烂肝，不得好死。热闹的场面一度招来了无数人围观。严景峰嫌丢人，要赶他们走，我拦住他，搬把椅子坐在1楼大堂口，静静观赏那娘俩的精彩表演。最后，那娘俩见我压根不怕，自己的嗓子也实在是吃不消，便主动停止了吵闹。杨艳舔着脸上前问我要钱，我淡定地告诉她，好好和我说人话，我就好好接待你们，该给钱自然会给钱，撒泼耍横这一套对我没用。杨艳是个见钱眼开的女人，一听我答应给钱，立马换了一副嘴脸。她笑着喊我妹子，夸我有能力，把场子干得这么大，
然后哭诉他们娘俩这些年的不易，让我帮帮他们。我也笑眯眯告诉他，有事就来找我，别客气。严景峰的闺女就是我亲闺女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了严晶。那天最后，严晶拿着我给的2万块钱，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，嘴里甜甜喊着宁姨。我心里冷哼，这娘俩虽然贪财，但愚蠢，目光也短浅，对经营更是一窍不通。我经常对他们说，现在经营环境不好，公司没什么业务，也不时暗示他们，如果他们俩不知进退，狮子大开口的话，我1分都不会给他们。所以杨艳母女从不敢放肆，我隔3差5给严晶扔个万8千的，他们娘俩也很是感恩戴德。严景峰曾提出把严晶弄进公司工作，我表示应该的，不但要进，还要按照接班人的标准来培养。我亲自给严晶找了我信任的师傅，带着他熟悉工作流程，一切当然都从基层开始。可惜严晶好吃懒做惯了，加上带他的师傅在我授意下，特意带他专挑吃力的工作干，没干几天，严晶就自个跑了。他死活不肯再进公司干活，说吃不了那个苦。杨艳也蠢，认为自己女儿以后找个有钱人，嫁了当少奶奶就行，哪里用上班？严景峰又气又急，却丝毫没办法。严景峰曾提出让我给他生个儿子，但被我拒绝了。我怎么能保证自己一定会生出儿子？万一是女儿要怎么办？再者，我和刘伟的儿子刘轩，自从我再婚后，渐渐变得很沉默，我心里对他颇多愧疚。儿子已经没能享受父爱，所以我绝不会再生个孩子来分走本该属于他的钱和母爱。那天我没有通知严景峰，直接去了公司。严景峰不在公司，秘书告诉我，他去参加行业协会的会议了。我点点头，当着秘书的面接了一个约饭的电话，然后在公司里转了一圈，很快走了。为防止秘书给严景峰通风报信，那个电话是我和陈琦故意说好的。实际我直接去了迦南，刚进按摩院的大门，我就看到了严景峰的车。呵呵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行业协会搬家到迦南这里来了。进去时，王欢没有像往常一样迎上来，我提着包直接冲进了 VIP 包房。眼前的一幕让我说不出的膈应。王欢确实在给严景峰按摩。严景峰这几年发福不少，尤其是肚子，鼓鼓囊囊像个皮球。此刻他正挺着大肚子仰面闭眼躺着，脸上一片潮红。王欢上身前倾，2只手正卖力在严景峰大腿上用力揉搓着，他圆润上身的肥肉不停抖动着，尤其胸前那一对和严景峰的大肚子紧紧贴合在了一起，我看得一阵恶心。看到我进来，王欢立马住了手，身子也抬起来，人条件反射一般站得远远的。严景峰睁开眼，看到我先是一愣，很快就反应过来，老婆，你来了。说完仿佛不经意地扫了一眼我的脸，又接着说，你这是从哪过来呀？我把手里的包往沙发上一扔，整个人坐定，看着严景峰说，我从公司直接过来的。严景峰的脸色瞬间有些不大好看，怎么突然想起来去公司？我漫不经心回道，陈琦推荐了我家吃本帮菜的新店，我想找你一起去试试，结果你不在。严景峰沈笑，好，咱们一会去吃。说完又试探性问了一句，咋不给我打电话呀？万一你来这里扑空，找不着我，不是浪费时间？我抬头深深看他一眼，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。王欢终于回了神，开始殷勤地给我倒水、铺床、按摩。躺在按摩床上，我的大脑飞速运转着。
我来的这家按摩院确实是正规的，老板我也认识，借王欢1000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真在这里和严景峰发生点什么。另外，我也不相信严景峰能够看上王欢，不论样貌、能力、身材，我自信样样都能甩王欢10条街。可想到严景峰刚才那一脸高潮的样子，我心里还是止不住的膈应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第二天，我再次来到迦南小区，我找到迦南小区的物业，要求开停车费发票。负责开票的男人帮我查询了严景峰的车号，确认是长期在本小区包车位的车辆以后，同意给我开票。我轻笑着低声说：“师傅，开票的时候麻烦您给带上门号行吗？我们单位报销要求的。”说着递给他一包软中华。本来不耐烦的男人瞬间脸色和缓，他顺手接着那烟：“行吧，你报个地址给我，我给你打上去。单位在这小区租了好几套房子，我一时想不起来这车是登记在哪个房子下面了。您能帮忙给查查吗？”“行，我给你查查。查到了，69号602，你自己记好了，下回开发票啊也方便。”男人热心地说道。我拿着发票，连声道谢，走在小区里。我慢悠悠转了半天，确认了69号的位置。我直接在楼下按了69号602的门铃，里面竟然真的传来了王欢的声音：“谁呀？”我没有回话，快速走了。虽然心中的猜测被证实，但我实在有些想不通，严景峰到底看上王欢哪一点？40多岁，皮肤粗糙黝黑，体型5大3粗，也没什么文化。难道仅仅因为他按摩的好？可是就算不包养他，也能享受按摩服务啊！那天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压住了自己内心的怒火。当天吃好晚饭，我告诉严景峰，我准备换一家按摩院，最近腰疼得厉害，王欢的手法不太管用了。严景峰眼神发亮，连声说：“对对，迦南太远了，你不如找个家附近的，方便。”我不动声色看着他，故意说道：“哟，舍得换？你不是挺喜欢那个王欢吗？”严景峰神色镇定：“舍不得什么？按摩不都一样吗？要不是看你的面子，我怎么会去那么远？”我心里冷笑，面上还要装作漫不经心：“那我明天就去把卡退了。”严景峰一怔，很快说：“算了吧，也就几万块的事，不值得你跑一趟。几万也是钱呐，咱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不是？”说完，我就扔下他，就回了房间，坐在卧室里，透过刚装的隐蔽摄像头，我看到严景峰掏出手机开始发信息。我立马起身去卫生间帮严景峰放好洗澡水，喊他赶紧洗澡。他拿着手机走了进来，我一把夺过手机，泡澡也带着手机，成天哪那么多事忙，赶紧好好泡泡，解解乏。严景峰看了眼手机，讪讪一笑，走了进去。我们夫妻互相都没有查手机的习惯，以前我觉得这举动伤害夫妻感情，如今这情形却不得不伤害了。还好他没改密码，密码还是我生日。刚打开，王欢的信息就跳了出来：“宝贝，我不在乎钱，只要你陪着我就好。”快速网上翻看对话记录：“宝宝，他想换个地方按摩，要去你那里退卡，你不要生气，老公明天会把钱补给你。”我忍着恶心，继续往上翻，不知道严景峰是太自信，还是不舍得删除对话记录。他和王欢全部的对话几乎全都在，不过也正因为如此，才让我看到这么多精彩内容。严景峰和王欢苟合1年多了，我算了下时间，基本就是我把王欢引荐给他，俩人就勾搭在了一起。
俩人对话记录里有裸聊照片，有亲昵的聊天，更多的则是大量的转账记录。难怪人家说中年人恋爱是老房子着火，势不可挡。看这两个人在微信里腻腻歪歪、黏黏糊糊的样子，真的令人作呕。我冷笑一声，用力把严景峰的手机往地上一摔，屏幕登时碎成了渣渣。然后我调整情绪，拿着手机，面带歉意地告诉严景峰，刚才放手机的时候，不小心摔到地上了。严景峰慌忙起身去看手机，我让他别担心，说已经打电话找我弟弟宁航过来处理了。宁航大学是学电子的，平时家里电脑手机有什么问题，都是他来帮忙。因为住得不远，宁航很快就到了。他看了下，说问题不大，就是屏幕碎了，换个屏幕就行。严景峰松口气，伸手去想拿回宁航手里的手机。问题不大的话，我自己去换个屏幕得了。宁航却避开了他的手，热心说：“姐夫，我正好要给自个手机贴膜，顺便帮你一起换了得了，很快就给你送回来。”严景峰伸出去的手一滞，他侧头看看我，没好意思强行夺回。接着，严景峰竟然直接套上衣服，跟在宁航身后。走，我和你一起去。看着严景峰眼不离机的样子，我故意拿起高血压的药，端着水上前拉住了他。就这么点小事，就让宁航去办得了？快，赶紧把药吃了。严景峰脸色微微发红，显然是有些焦急。他接过水和药，急忙往嘴里塞。宁航却趁这个机会出了门。那行，姐夫，我先去了。眼见宁航走远，一口水来不及咽下去的严景峰立马被呛住，连连咳嗽。我上前用力拍他后背，嗔怪：“看看你多大年纪了，喝口水还能被呛住？”严景峰眼睁睁看着宁航远去的背影，手有些抖。我冷眼看着一切，没有说话。20分钟以后，宁航给我微信：“姐，东西都复制出来了。”根据宁航给我的提供的记录，我查到了严景峰给王欢买过的东西，首饰不算，光房子他都买了2套给王欢，其中1套就是迦南小区的602，房子全部登记在王欢名下，但付款记录显示是从严景峰账上划出去的款项。我暗中忙了几天，把严景峰名下账户的大额消费记录做了一个整理。我发现严景峰对王欢真的非常舍得，这些年断断续续在他身上，加上2套房子，花了2000多万是有的。我倒真是小看了严景峰，公司每年盈利都打入我的账户，财务经理还是我的表妹，她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？我把交易记录交给表妹，让她对照公司账户查看一下，猫腻到底出在哪。表妹是财大毕业的高材生，毕业就跟着我干。这些年，我把她一点点培养成财务经理，为的就是提防严景峰耍花样。没想到还是没能防住。根据我提供严景峰几次大的支出时间，表妹查了前后半年相关金额的账目，很快发现其中的问题就在于严景峰外聘来的职业经理人周成，几次支出都恰逢周成提交新的投资计划，计划都得到了严景峰的首肯，钱也很快划到了对方账户，但后续却没有了任何下文。但作为职业经理人，寻找合适的投资渠道也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。既然是投资，必然是有得有失。我们公司年营业额10几个亿，利润也有上亿，所以他每次投个几百万没有回响，也算在可控范围内的合理损失。我让表妹帮我去查这几笔钱汇入的账户情况，查下来发现收款账户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。
我按照经营地址追过去，发现那里是个小的只有一张办公桌的破屋子，里面一个老爷叔倒是蛮热情的。他告诉我们，他这里可以代为注册营业执照。事情渐渐明朗，严景峰通过周成注册了一个皮包公司，假借投资的名目，暗中分几次，把钱赚了出来。实际这些钱最后全都投资在了严景峰的小三身上。真相一层层揭开时，我反而没了最初的愤怒。我们从来不是善男信女，我信奉的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王欢拿了我的，我一定会让他原封不动给我吐出来。至于严景峰，既然他做了初一，就别怪我做15了。我暗中找了周成，把他几次作假套取公司资金的证据甩在了他面前。周成吓得脸都白了。我看着他说：“周经理，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懂得应该比我多。你说说看，像这种经济犯罪要判几年啊？”周成额头的冷汗涔涔而下。宁总，这个是严总吩咐的，具体您要么去问一下严总。我冷笑，我知道你是按严景峰的指使行事，但钱是通过你转出去的。我要是坚持告你，你也跑不了吧？听说你妻子全职，女儿才5岁，你这要是进去了，你的娇妻弱女可怎么办呢？周成擦擦额头的汗，嘴唇哆嗦着哀求我：“宁总，您手下留情，如果有用得着的地方，您尽管说话。”我满意地点点头，掏出一台笔记本，拿出手机对着他开始拍。写吧，把严景峰吩咐你做过的不法的事都写出来。周成一咬牙，开始奋笔疾书。写完后，周成提出了辞职，我没同意，提出要和他合作。周成思忖半天，还是同意了。严景峰最近很高兴，在家天天哼着小曲。我问他什么事这么高兴，他说周成有了新的投资方向，公司要赚大钱了，他高兴。但其实我知道他高兴的真正原因，王欢怀孕了。严景峰那个手机，上次宁航帮我装了一个窃听器，这些日子我听到的污言秽语和背后诋毁，还有不为人知的隐秘，真的是太多太多。严景峰告诉王欢，我霸道、强势，毫不温柔，和他那个泼辣前妻杨艳是一路货色。他和我一起生活十分压抑，只有在王欢这里，他才能找到幸福安宁的感觉。说从一开始接近我，就是为了我的公司和钱，从没真正爱过我。王欢骂我是个傻逼，竟然还求他来帮我查小三。他给严景峰出主意，花钱雇个男人诱惑我出轨，然后想办法拍到我出轨的照片，弄臭我的名声，逼我离婚，然后净身出户，这样他们俩就能双宿双飞了。两个人还感慨彼此的不容易。为了瞒住我，王花一直委屈做着按摩师的工作，不敢贸然辞职，生怕被我发现什么端倪。严景峰承诺王欢，等孩子生下来，他就再给他买套房子，还要把他大儿子接来江城读书。我心里一阵阵发冷。我同床共枕了10年的老公，竟然从一开始就是算计我。我自认对他不错的按摩师，为了对付我，竟然想出如此阴狠毒辣的损招。我从没想过人心可以险恶至此。我打电话给严京，说我去海南给他买了礼物，让他过来取。严京很高兴，屁颠就来了。看着坐在沙发上爱不释手摆弄化妆品的严京，我长长叹了口气：“晶晶，我和你爸恐怕要离婚了。”严京眼珠一转，看着我没吱声。我知道严京就是喂不熟的狼，虽然我经常给他钱，但他暗地里却不时挑唆严景峰和我离婚。他一直觉得我们离婚了，
他就能拿到严景峰全部的财产。呵呵，简直可笑。我看着他，语带凝噎：“你爸出轨了，如今正和那小三打得火热呢。”此话一出，严景果然震惊，但他一向是个利己主义者，只要不危害自己的利益，他肯定不会多管闲事。我接着说：“如果你爸只是在外面随便玩玩，我也不会多说什么。哪个男人不偷腥是吧？”严经忙不迭点点头。宁姨说得对，没必要为了不重要的人生气，不值得。我佯作义愤填膺。可你爸现在为那个女人着了迷了。晶晶，你知道吗？他挪用了公司2000万多，给那女人买了2套房子。什么？多少？2000万？严经声调陡然升高，人都不自觉站了起来。我赶紧说：“对，2000多万，公司账上都空了，我都没钱给你了。你说是不是很过分？”严经气得直跺脚。我爸个老不休，昏了头了。我倒是要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小婊子，竟然骗了我爸这么多钱。宁姨，你告诉我，那个骚狐狸住哪呢？我遮遮掩掩，没有正面回答。晶晶，地址我是知道的，但我不敢告诉你，因为那个女人怀孕了。你这么激动冲过去，万一出个3长2短，你爸的儿子要是没了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严经整个人都愣住。什么？见女人还怀孕了，还是个儿子？我装作怯怯的样子点头。我一直没要孩子，就是想着以后我和你赚的钱啊，给你一半，给我儿子一半。但你爸一直想个亲儿子，他觉得呀，只有儿子可以传宗接代，继承家业。严经重重跺脚：“去他妈的传宗接代！看老娘不打死那个贱女人！”然后坚持让我说出那个地址。我被逼无奈，只能告诉了他地址，然后装作关切的样子说：“那女人很厉害，我怕你要吃亏的。你看宁姨这小身板，恐怕也帮不上你忙。”严经手用力一挥：“走，咱去接着我妈。”我立马开车接上杨艳，3个人一起杀去了迦南。王欢打开门看到我时惊呆了，还不等我说话，杨艳率先给了他一个嘴巴子：“你还挺能耐呀，长个鬼画符的样子，还敢出来勾引男人！”王欢捂着嘴委屈地喊：“你谁呀？怎么还打人呢？”我赶紧上前：“你勾引我老公，打你还委屈你了。”王欢看着我，想往后缩，结果被杨艳一把死死扯住头发。严经上前帮忙撕扯王欢的衣裳：“臭婊子，烂女人，敢勾引我爸，不要脸！老娘打死你！”王欢虽然长得粗壮，但杨艳也不遑多让，何况还有壮硕的严经助阵。很快，王欢就被打得直不起腰来，他死死护住肚子，央求道：“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怀孕了。”他不说这话还好，一说，严经整个人都发了疯，拼命对着王欢的肚子踢了下去，想生儿子来抢我家产，做梦去吧！我让你生不出来！杨艳和严经一个人抱着王欢，一个死命踢，很快王欢就晕了过去。我偷偷收起拍了全程视频的手机，看着王欢躺在血泊之中昏迷的样子，我语气不安地说：“不会出人命吧？要不然咱们打120吧。”杨艳还是挺有心眼的，她喘着粗气摇摇手：“这女人壮得像头狗熊，死不了的，不能打120，万一引来警察可就麻烦了。”我装作手足无措的样子求教她：“大姐，那咱现在咋办？景峰肯定会生气的，他可是一直盼望有个儿子呢。”杨艳冷哼一声：“现在儿子没了，他总不能忍心把亲闺女也毁了。闺女，打电话给你爸，让他过来。”严景峰飞速赶来，他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手指哆嗦，指着我们3个人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杨艳先发制人：“你个老东西，出轨就算了，
还敢在外面偷生野孩子，老娘绝不能让外面的野种抢了我晶晶的钱。严晶紧随其后，语气咄咄逼人：爸，你不是和我说将来钱都留给我吗？为啥还让这个女人给你生孩子？严景峰又气又急，脸涨得通红，身体不停打着白子，一句话也答不上来。我开始掩面哭泣，你怎么能背着我偷人呢？严景峰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一时间，602房间里又哭又闹又骂，好不热闹。混乱中，我偷眼去看躺在地上的王欢，自始至终，严景峰没有关心过他的死活。呵呵，看来所谓真爱也不过如此。果然，当严景峰听说动手打人的是严晶时，他迟疑了，最后没把王欢送医院，而是打电话叫了个私人医生过来。医生帮王欢止血后，告诉严景峰情况不妙，还是要抓紧时间送医院，不然不光孩子保不住，大人也要不行，人命关天。严景峰不敢大意，准备送人去医院。杨艳一把拦住说：送苏县医院。严景峰瞪着他：你疯了？苏县医院这里开过去要3-4个小时，去那么远干嘛？杨艳把他拉到一旁低声说：那里偏僻，而且你认识院长，好办事，你嘱咐一声，治好就行，其他的别节外生枝。严景峰回头看看严晶，终于还是点了头。后来因为送去医院太晚，王欢虽然保住一条命，子宫却保不住了。处理完王欢的事后，我当着严景峰、杨艳母女的面，把2套房子的资料扔在桌上。杨艳看着买房发票，眼都红了，用力撕扯着严景峰：你都没给我和晶晶买这么贵的房子，你个老东西，你没良心啊！严景峰一边躲避着杨艳的厮打，一边偷偷打量我。我不露声色看着眼前这几个人，慢条斯理说：你买房子的钱是咱们婚后共同财产，我有权全部追回。杨艳连连点头附和：对，要回来，不能便宜了那个贱女人。我接着说：房子我是一定要追回来的，不是2套吗？1套送给晶晶，1套还给我。话一出口，我看到严晶和杨艳的眼神同时亮了。我故意叹口气：老严，晶晶是你女儿，你给她花再多钱，我都舍得的，但你把钱花在外面人身上，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。杨艳松开严景峰，簇拥在我身旁，谄媚的样子像是条哈巴狗。对对，还是妹子通情达理。严景峰却支支吾吾说：如今王欢这个样子，他实在不忍心，问我能不能给王欢留1套房子。我冷冷看他一眼，二话没说，扭头就往外走。严晶急了，追上来：宁姨，您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呀，那不是便宜那个老女人了吗？我气呼呼地说：你爸舍不得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说完，我掏出一份资料，絮絮叨叨吐槽：我呀，就是不想得罪你爸。你看看，我其实都准备好了王欢的资料，准备治他的，但你爸如今这态度，哎，我们这种半路夫妻难啊！哎，你不懂的。严晶一把夺过那份资料，眼神凶狠：您怕得罪我爸？我可不怕，我是他亲生女儿，他不敢真拿我怎么样。我来。说完，扭头跑了。我冷冷看着他远去的背影。过了没2天，严晶拿着2本大红的房本，得意洋洋地来找我：宁姨，走，咱们过户去。对于他们母女的效率，我真心佩服。我虚心求教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严晶头高高昂着，一脸骄傲。那女人有软肋，就是他儿子。他儿子学习还挺好呢，在他们那县一中上学。我和我妈带着人在他儿子学校门口拉横幅，
指名道姓说某某的亲妈勾引我爸，那个儿子要面子，当天就死活不肯去学校了。我们又去他们村，在村头拉横幅，继续指名道姓骂那女人。我们还印了特别多照片，见人就发，让他们全家都没脸在村子里抬头。那女人被她老公狠命打了一顿，她儿子闹着要自杀，家里呀乱成了一锅粥。最后她同意把钱和房子都吐出来，我们才放过她。晶晶真是长大了，这事做的真是漂亮利索。走，咱过户去。我衷心夸赞严晶。严晶趁机提出，她想要迦南那套房子。迦南的房子大，总价高，严晶那点小心思我摸得一清二楚，但这点钱又算什么呢？我当即拍拍她肩头说：“行，听你的。”宁姨哪能和晶晶争？严晶乐得一蹦3尺高。在房产交易中心过户时，我最后一次见到了王欢。不过几天不见，他竟形如老妪，头发花白了一半，脸色黑黄，身子佝偻着，嘴唇干裂发白。他见到我还想说什么，被严晶一把推开，离我宁姨远点，别看他好说话，就想耍幺蛾子。王欢肩膀一抖一抖的，哭得很伤心。至于严景峰，他甚至都没出现。当天办完手续回到家时，严景峰瞪着赤红的眼，问我：“这一切都是你谋划的吧？杨艳娘俩不可能有这个心眼。”我气定神闲看着他：“严景峰，你出轨了我的按摩师，给他买房子、买首饰、送钱，现在反过头来质问我，你凭什么？”严景峰哑口无言，很快又理直气壮反击我：“要不是因为你不肯给我生儿子，我会这么做，还不都你逼我的？”我瞪他一眼，态度比他还强硬：“好，你如果对我不满，那我们就离婚好了。”严景峰愣住，他没料到我竟是这个态度。我看到他眼珠转了又转，最后上来扶着我的肩头说：“老婆，对不起呀，这事是我不好，我心里还是爱你的，怎么可能和你离婚呢？”我心下暗自冷笑，就知道你不敢离婚，你不是怕分财产吗？老娘会让你最后1分钱拿不到。周成最近准备投个大项目，和其他公司合作，做海外房地产开发。我们公司之前从没涉及过这方面，严景峰也有点拿不准，所以带着计划书来找我商量。房产地可不是几百万能搞定的事，没有几个亿的资金保证，拍地的资格都没有。我仔细看了计划书，然后高兴对他说：“虽然周成帮着你欺瞒我这事让我很生气，但说真的，他可真是个人才呀。你看他这计划书做得多详尽。这次投资要是做得好，咱们公司可真要上市了。”严景峰有些犹豫，投资额实在太大了，如果出个差错，我们可就血本无归了。我瞥了他一眼，摆出恨铁不成钢的态度：“周成投资方向肯定是没错的，你看老王、老李他们都是通过海外地产投资大赚一笔，原来他们公司规模都没咱们大，现在可比咱有钱多了。公司以前没有这方面人才，我也没敢想，现在有人才有路子了。你怕什么？你现在怎么前怕狼后怕虎，畏手畏脚的？”严景峰讪笑：“人年纪大了，投资也该谨慎点才好。我不信，你当初找周成来的时候，不是告诉我他多么厉害，200万年薪物超所值吗？怎么如今又信不过人家了？”严景峰很纠结。我建议他约着合作伙伴老李和老王一起飞国外，去做一下实地考察再决定。严景峰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，便带着周成一起去了。等严景峰回来，整个人都很亢奋，告诉我项目很稳妥可靠，这次我们要发大财了。
几个月后，严景峰把手头的资金全部整合完成，一股脑投资了那个大项目。钱汇出1个月，项目还没正式启动，全球疫情爆发。严景峰开始还天天给周成打电话，唯恐项目出意外。后来随着疫情加重，大家都开始闭门不出，项目彻底搁浅。但对方表示，我们公司拍地已经中标，就算不施工，投资也无法退回。严景峰疯了一样，因为他发现这个时候本该从中交涉的周成联系不上了，拿了全部的身家赌这次的严景峰彻底崩溃。他躺在家里茶饭不思，整个人看着一下子老了好几岁，钱不见了，人也联系不上了。如果说其中没有猫腻，严景峰自己都不相信。他选择了报警，可是周成已经带着妻女移民了，根本没办法进行调查取证。严景峰抱着我在家嚎啕大哭，他告诉我，本来以为这次投资十拿九稳，所以他不但把公司全部资金调出来投了进去，还把我们名下的房子也全部抵押投了进去。如今全部打了水漂，我们真正的身无分文了。我一把推开他，递给他一份离婚协议书。严景峰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我对着他嘲讽一笑。老话说得好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何况咱们俩还是半道夫妻，你不会以为我会乐意陪着你登山再起吧？你在外面寻欢作乐的时候，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吧？真是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这也算是咎由自取吧。严景峰本身有血压高、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病，以往我生怕他身体有个闪失，不敢让他着急上火。今天却毫不客气，什么难听说什么。严景峰被我气得直接翻了白眼。120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半边身子不能动了。到了医院，医生说他是中风导致的偏瘫。严经来的时候，看着嘴歪眼斜的严景峰，傻眼了。我掏出离婚协议书，告诉他我们准备离婚了，请他照顾好严景峰。严经嫌弃地看了严景峰一眼，说：“要我照顾可以，你们离婚也行，但公司得归我爸。我爸看病要钱。”我毫不犹豫点点头。一个空壳公司，我要了何用？严经用力拉着神色清明，但明显不愿意签字的严景峰的手，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。还不到1天，杨艳和严经就来找我，娘俩骂骂咧咧，问我为什么留了一个什么也没有的破公司给他们，钱去哪了？我把严景峰签字的投资计划给他们看，告诉他们钱被严景峰拿去投资，全部亏了。严经目瞪口呆，杨艳当场嚎叫：“不行，你得管我爸，你们才是夫妻呢，我妈早就和他离婚了。”严经反应过来，立马上前拉我，我好意提醒他，昨天离婚协议书上已经签过字了。严经上前就想撕扯我：“你故意的，你个烂女人，你想甩开我爸？我告诉你，门都没有。我明天就把我爸送你家来，你必须得照顾他。”宁航听到动静，从屋里跑出来，一把推开严经，警告他如果再这样就报警。严经和杨艳又想撒泼，我从包里掏出一个手机，开始播放他们那天殴打王焕的视频。王欢当时被你们打得失去了孩子，还丧失了生育能力，名声更是被你们搞臭了。你说，如果我把这段视频给他，他会不会去告你们呢？他要是不认识律师也没关系，我认识啊，我可以介绍给他认识，就凭这视频，严经进去蹲个3-5年，应该不成问题。还有迦南那个房子，如果你们住得太舒服了，那我就收回来，毕竟也是我当时婚内的房子。我的话成功镇住了杨艳和严经，他们俩互相搀扶着落荒而逃。
我长长出了一口气，一切终于尘埃落定了。我最后将承诺周成的2000万直接转入了他的账户。是的，这是我做的一场局。周成找的所谓合作单位，其实是前夫刘伟注册的新公司。刘伟为了儿子，配合我安排了国外的所谓拍的项目，和严景峰合作多年的老王和老李也全都被刘伟暗中买通。至于周成，我恩威并施，手握他作假的证据，同时许他高额回报。他最终答应了同我合作。周成的太太本来就很想在国外定居，所幸这次拿着钱直接办了移民。严景峰一定没想到，他周围所有人都背叛了他。莫说严景峰不知道这一切，就算他知道了，我也不怕。周成当初写的东西，严景峰出轨的证据，样样我都保存得好好的。如果他敢打官司，我就敢送他进去蹲几年。这场婚姻说到底也不过是你不仁，我不义罢了。好在我还有钱，还有儿子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